Hello，大家好。那我们今天来讲的是图层混合模式就是我们那个 CSP 里面的这一串东西。那我今天主要会讲的是我几个比较常用的。我们如果今天有一个脸，那你不知道肤色怎么画的时候呢，我就会使用一个叫做色彩增值，这个可以帮你解决不会画肤色的问题。我这边标一个颜色。这肤色，那我这边使用色彩增值，然后我低曲线在我这个肤色底色，然后我直接在这个图层上面画，你就会发现颜色变深了啊。那我把它改成普通的时候，你又看不出来。那它就是把颜色相乘乘法的乘，我们可以这样子选到它，然后再把它颜色往红色一点点的方向跑，这样子就可以涂出比较不那么黄的肤色因为你看，我现在如果直接选的话，它颜色比较黄嘛。那你希望它皮肤健康一点，我们就往红色的地方跑，就会像这样子那你再更往红色一点跑，会像这样子，差别这么大。那如果你今天想画第二层，你就再新增一个图层，然后一样给它色彩增值。那我们假设今天我觉得，这个肤色好像有点太亮了，太荧光了。你希望把它调整到不要那么荧光，那我们可以这样子稍微的把它往饱和度低的地方跑，这样。那你在去做画的时候，它就颜色就会比较沉。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合并，像这样子。所以这样子就完成我们的肤色的部分了。OK。好，假设我们今天要给它加腮红，粉红色的，那我们就直接选到红色这一块，然后用色彩针子轻轻的给它喷一下，这样就有了。所以腮红的部分也是可以这样子做的。接下来我们来讲第二个常用的就是加亮颜色的部分就是从绿色到相加这一段。那你说这一段通常会用在哪里？通常我的习惯会用在眼睛的地方眼睛这里。眼睛的光点或者是我需要它有一点点亮亮的，我直接用相加好了。然后，比方说我这边我希望它底下这边再亮一点，我就这样喷然后比方说我要眼睛的光点我就选一个大概接近的颜色，它就会发光的感觉。那你说好像看不出来你可以来，普通的时候是长这样，绿色长这样，加亮颜色长这样。加亮颜色刮胡发光，相加发光它这几个其实都不太一样，可以根据需求使用那我这边呢，再用另外一个图层来示范一下。假设我们今天有个比较深色的底色，那我们呢今天要做一个会发光的草，那这个光发蓝光，所以呢，我先用喷枪工具在底下先简单的喷一点。好像这样子。好，接着呢，我对这个图层使用绿色。你说好像没什么差，好像只有亮一点点，对吧？好，没关系加亮颜色，相加发光，这样子。你是可以去根据这个图层，它会有不一样的发光效果。那总之呢，可以把这个当做那个灯的感觉比方说，最后还有一个最常做的就是蜡烛假设我今天有一个，我这边假设我要画一个蜡烛，然后这个蜡烛的中间呢，我要让它发光。那中间我希望它就是那种火焰那个高温的星嘛，所以呢，我选到喷枪，选到偏黄色的颜色，然后到相加图层这边直接给它喷。它就会有发光的感觉。最后一个呢，我常用的是覆盖、柔光跟实光这三个呢，对我来讲，它属于那个调色图层，所以呢，假设我们今天图画完了，然后也调整好了一些有的没有的那我们接下来要去做一点点调色。比方说，我觉得这头发这光圈这边不够亮，我希望它再更亮一点。所以呢，我就使用了覆盖，然后我故意选到一个亮黄色的地方，然后
给他头发这边稍微喷一下。那你会说，哎，这个跟发亮有什么差？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发亮的时候这边都看起来太爆炸，所以呢，我这边故意使用覆盖这个，它在叠的时候会比较，它会提亮但是又不会爆掉，然后甚至会帮你把颜色就是饱和度变高一点。所以呢，我有的时候我很常用覆盖这个涂层颜色的校正。这个覆盖以外，还有一个叫柔光。柔光的话，它的效果会接近覆盖，只是会比覆盖再弱一点点，弱一点点。好，接下来时光。时光的话，我另外开一个图层因为它跟覆盖又不太一样。时光的话，我有看到很多人就是拿来去做那种整个大范围的氛围的校色比方说现在是暖色嘛，他想要把它弄成冷色就会用时光这种来去做处理。它的好处是它不会把颜色变亮，因为如果我今天用时光的颜色，我用覆盖，它会整个变亮，有没有？它不会把颜色变亮，但是它又保有了一点点这个颜色。所以呢，假设我们今天说，头发这边我希望它再蓝一点，带一点空气的颜色头发这边，那我就。有些人问说，那跟我直接用普通浮层有什么差别？其实差别就蛮大的啦，其实差别蛮大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普通涂层，它喷出来的颜色其实就是会把我们一些细节改掉。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用时光的话，它可以在叠上一点点颜色的同时呢，又保留我们原本涂上的细节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今天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了我常用的几个涂层混合模式。那有色彩增值跟这个绿色到加亮这一块，以及覆盖、柔光、时光这3个。好，那就这样子啦，谢谢大家。